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依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老佛爷吉祥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？老佛爷，我得到了一个消息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消息？难道是蒙古亲王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不是蒙古亲王，是咱们皇上。老佛爷，臣妾就直说了。听说皇上这次遇刺，紫薇救驾有功，皇上准备封她为贵人。荒唐！这怎么可以？紫薇如果真的是皇帝的女儿，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老佛爷请息怒，这已是宫里公开的消息了。听说最近令妃娘娘正在向内务府要了一些珠宝首饰，还有衣裳，都指定给淑芳斋的紫薇的。老佛爷，走到这个节骨眼儿，看来都被我们一一料中。果然是令妃在当中搞的鬼呀！皇后，事情既然已经传到我这儿了，我会处理。你先回宫去吧。老佛爷，这次蒙古亲王带着公主来，应该也是为了联姻的事。听说蒙古公主已经看上了永琪，臣妾在心里想了想，咱们永琪也该让她早日成亲。免得他一天到晚和小燕子在一起胡闹。要不然，把小燕子嫁到蒙古也是一个办法。这事就待老佛爷您定夺了，臣妾告退。是了，对呀，就是那个蒙古的公主，好像还挺漂亮的呢。两个丫头又在那嚼什么舌根呢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娘娘，咱们五阿哥是不是要办婚事了？你们听谁说的？什么婚事啊？是宫里现在大家在传的消息，说是要把蒙古来的赛雅公主许配给五阿哥。准备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就要办喜事了。
什么？怎么我这个当额娘的一点也不知道？老佛爷吉祥，这是这次陪着皇上出巡时沿路所画下的素描。我们历经不少事情，也办了不少案子，算是一趟很精彩的旅程。这画里每一张都有小燕子。这孩子出门，肯定像脱缰的野马到处闯祸吧？正如老佛爷您所讲的，她确实是像个行侠仗义的女侠，随时要倒抱不平，不太安静就是了。哼，就因为她的率真不安静的个性，我真担心这个皇宫不适合小燕子。老佛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对小燕子和紫薇的未来已经有所安排？既然你们4大护卫已经知道紫薇身世的故事，我今天就挑明了跟你说，如果再不揭发事情的真相，恐怕办完了蒙古亲王的事情，接着皇帝就要封紫薇贵人。但是，一旦说出了真相，小燕子和你们这一批帮凶，我就不敢保证能够平安无事了。你想想，皇上被你们糊弄了那么久，让他心猿意马，现在忽然告诉他，他所中意的女子是他的女儿，他能接受吗？那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，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，皇上会承认这个事实吗？那夏雨荷的信物，谁都可以拿到，夏家的丫头、夏家的亲人，甚至不相干知情的人都可以到手。老佛爷，那您根本不相信紫薇是皇上的女儿吗？我倒是有点相信，相当相信。就是因为我相信，我才觉得紫薇现在的形势非常凶险。不止她凶险，你们4大护卫个个凶险。怎么说？难道皇上忍心杀害自己的女儿吗？之前整个皇宫都传遍了，紫薇会成为娘娘，现在忽然变成了格格，如何取信于人？那小燕子早已昭告天下是还珠格格，现在突然变成了假格格。哎，这宫里几千张嘴，会把他们2个说成什么样子？到时候皇上想要维护也没有办法，那可是皇宫天大的丑闻。揭发真相，皇上会颜面尽失的。老佛爷，您的意思是要怎么办？现在能救皇上的名誉和小燕子紫薇性命的方法，就是要小燕子带着紫薇金锁远嫁蒙古。那个赛亚还有一个堂兄巴鲁，是个合适的人选。老佛爷，您这个决定关系到还珠格格和紫薇的终身幸福，是不是要跟皇上先研究一下比较好？嫁给蒙古王子，何以见得就不幸福呢？何静公主不也嫁给蒙古王子吗？何静还是皇上嫡亲的公主呢。还珠格格身世不明，她能当上蒙古王妃，已经是她最大的荣幸了。至于紫薇和金锁，只能算是还珠格格的陪嫁丫头。这么说，老佛爷，您根本不预备让紫薇的身世曝光吗？紫薇是个懂事的丫头，她亲口说，她已经不在乎当不当格格，她已经满足了。而且她说，她听我的安排，我让她走她就走，我让她留她就留。老佛爷，您不能因为紫薇如此善良，就让她认亲你没认到，再失去目前的朋友。她怎么可能承受这些？何况她还帮皇上挡刀呢。至于小燕子，她不可能接受这个安排，这比要她的命还严重。所以我才召你过来，你跟他们感情好，劝劝他们，让他们顾全大局。我也是用心良苦啊，我这不是在害他们，我是在帮他们。那就让他们出宫，永远不许回来。至于亲事，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。
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出现？我话就说到这儿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今天宫里有个传言，说蒙古亲王要在尔康、尔泰、五阿哥3人当中选一位和蒙古公主联姻。我听说皇上已经定了五阿哥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稀奇谁在乎啊？怪不得他上次在街上和那个公主有说有笑的。可是这也许只是谣言，你先不要急，是真是假还大有问题。我想了半天，这个赛亚凶巴巴的，皇上不会要她做儿媳妇吧？为什么不要？人家可是个真正的公主。公主又怎么样呢？只要五阿哥不愿意，皇上也不会勉强啊。现在只不过是皇上和蒙古亲王2个人打的如意算盘，大概五阿哥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。等他来了以后，你问个清楚，你先不要莫名其妙的跟自己过不去啊。什么搞不清楚状况？我看他早就知道了。我看他早已经一切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我这个书房宅，现在真的几天没有露面了。好不容易在街上遇到，他还跟那个赛亚公主欺负我。他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，就会骗我，就会哄我。等到有个真正的公主出现，我就不够吵了。不会啦，你不要这样。五阿哥对你是一片真心的，你可不要冤枉他。你看，这个药盒里都是五阿哥送来的呢。你一天到晚的受伤，五阿哥把所有进贡的药膏都往这搬。天啊，差点打到曹操的头！什么曹操的头？我还诸葛亮的头呢！哎，来了，他们4大护卫全体都来了。你走！你不要到我这书房这来，你去陪你的蒙古公主吧。你到我这来做什么？我不要再听你胡说八道，不要再被你骗了。你走！你不要闹了，金锁，你们几个美女和4大才子都在外面守着，我们有大事要商量。我知道是什么大事，不就是永琪要娶赛亚的事吗？什么？我要娶赛亚？你听谁说的？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听说皇上要在你们3个之中选一个跟赛亚联婚，说是皇上已经选定五阿哥了。不止这样，还有小燕子和紫薇。老佛爷说要小燕子嫁给蒙古一个叫巴禄的王子，紫薇金锁算是陪嫁丫头，一起送到蒙古去。什么？你听谁说的？老佛爷亲口跟我说的，要我来劝劝大家，说是如果不这样办，大家都有危险。什么危险？我要娶蒙古公主，小燕子要嫁蒙古王子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如果我们真的不这样做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难道皇阿玛连我的脑袋也要吗？还要让紫薇和金锁当陪嫁？老佛要把他们3个彻底解决，斩草除根吗？不是斩草除根，如果是要斩草除根的话，就会不动声色地做掉他们，把他们远嫁，只是为了杜绝悠悠之口，保护皇上的面子罢了。Exactly， 不管是真格格还是假格格，都威胁到皇上的颜面，尤其紫薇让皇上动了心，成了紫薇最大的罪过。我的坦白，我的真情，都没有办法打动老佛爷。不管我是真格格还是假格格，他都不要我，他要的是皇上。我是不是应该感动呢？母爱真的超越一切呀！我趁着老佛爷不在，跑来跟大家说一声，不论情况多么危急，不论有多少传言，你们都不要乱了阵脚。我正在拼命努力地说服老佛爷，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不要心慌意乱。怎能不心慌意乱？老佛爷亲口告诉班点明，要把紫薇、小燕子还有金锁通通嫁到蒙古去。我知道，这只不过是老佛爷一厢情愿的安排而已。我再去跟他亲情喊话，我想他不会那么狠心，他是急了，他太害怕这整个故事带来的负面效应。等我慢慢跟他分析，他会想明白的。晴儿，你的亲情喊话大概没什么用了。你看他连你都不信任了，
宁可让我来传话给大家，也没让你来劝小燕子和紫薇。那是因为我不赞成他说服不了我，就去说服你。他认为你是个洋人，又害怕牵连到你师傅，比我容易操纵。只怕你的亲情喊话还没有起到作用，我们就被送到蒙古去了。把我们统统送到蒙古去，好啊！那我就跟赛亚没完没了，我跟他结梁子。我们现在就去找皇阿玛，反正皇上已经饶你不死，我们把一切都说清楚。走，等一等，永琪，难道你想真相大白吗？不真相大白又能怎么样？老佛爷居然对我们那么狠，我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皇阿玛身上。永琪，但是这样一个真相大公开，不是一件小事儿，而是一件大事儿。有好多真相，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去说明。现在皇上有这个功夫听吗？是呀，皇上哪有这个心情来接受，哪有这个情绪来消化呢？那个蒙古亲王还排了一大堆的节目，每天都要按表行事。在这个乱军之中，如果咱们大家还要公布真相的话，以时机来说是不利极了。我想，咱们还是等那个蒙古亲王走了之后再说吧。来不及了，蒙古亲王还没有走，我们就已经被出卖了。不用真相大白了。可是为什么呢？老佛爷不能代表皇上，老佛爷要面子，皇上可不一定。他那么喜欢你们两个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服老佛爷，让你们留下来的。我对人心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。我不该来北京，我不该认亲的。你后悔了？不来北京，你怎么认识我？不认识我，或者才是你的幸福。不认识你，我这辈子都白活了。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激动，事情一发生就乱成一团。先弄清楚皇上是不是要永琪跟赛亚成婚，这件事还是个传言。至于小燕子和紫薇，我们只知道老佛爷的意见，并没有听到皇上的意见。老佛爷不会在这1-2天之内指婚，我们不能依靠老佛爷了。到了最后关头，大家只能向皇上坦白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直接去问皇上，是不是要把永琪指婚给赛亚？接下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。我的那个赛亚呀，他现在看上的又是另外一个人。什么？赛亚看中的不是永琪啊？那是谁啊？哎，在蒙古，向他求婚的勇士可以排成一个军队，可他一个都不看。想不到到了这儿，他居然动心了。哎，我也想让她嫁给永琪，可是他有他的眼光，他的婚姻自然由他来做主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就是那天在比武场上与他比武的那个勇士，叫富尔康。尔康啊，尔康不行。哎，怎么不行？不瞒你说，尔康啊是朕选中的女婿，朕的还珠格格已经到了指婚的年纪了，朕要留着尔康指婚给小燕子。我说中原这么多的勇士，为什么要跟我抢？怎么说朕跟你抢啊？这尔康是朕的人呐。那我问你，他们成婚没有？虽然没有完婚，但是朕早就给他们暗示了，两个孩子啊心里也有数了。君无戏言，现在怎么能反悔呢？既然没有成婚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我联婚以后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又何必去在乎一个尔康呢？另选一个驸马不就行了吗？既然我的赛亚动了心，她可是我最宝贝的一个女儿，我绝不能让她失望。好，皇上，如果尔康跟你的格格已订了婚约，那就让赛亚两女侍一夫，但不分大小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哈哈哈！人算不如天算呢，朕还来不及指婚你就来了，或者天意如此吧。好，齐克尔，朕就交你这个朋友了，尔康就让给你了。多谢皇上的恩许。
皇上，我就留在北京，亲眼看着这2个孩子完婚啊！好。这满蒙联婚是我朝在入关之前就开始的佳话，满蒙之间能够如此和谐，也都是联婚的结果。朕现在已经决定联婚了，齐克尔要求这婚礼快办，这是国家最大的喜事，朕希望大家能拟出一个办法来，把日子也选一选。皇上，不知道是哪一位阿哥雀屏中选呢？是福家的大公子福尔康啊，把朕的儿子都给比下去了。福伦啊，恭喜恭喜啊！为了表示朕的心意，朕决定封尔康为贝子，这婚礼就比照阿哥的婚礼来办。皇上，怎么，你有意见吗？臣不敢有意见，只是尔康性情固执，脾气不是很好，生怕委屈了赛亚公主。不知此事可不可以商量？朕已经答应齐克尔了，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啊？这赛亚虽然有点娇气，但长得十分美丽，武功高强，又是一个公主，怎么说也不会配不上尔康。是。何况满蒙联婚意义非凡，就算不愿意也要勉为其难，这是朕的旨意，没得商量。你们就算奉旨完婚吧。请皇上息怒，臣遵旨。尔康啊，是朕最器重的人才，联婚之后少不了升官封爵的，这是你们福家的光彩啊。这种喜事，别人恐怕是求之不得，你就不要再推三阻四，让朕为难了。谢皇上恩典，臣遵旨。好了，你们大家都下去吧，该怎么办，大家商议商议。是。吴阿哥，皇阿玛在书房吗？你看见尔康了吗？我刚刚还和他在一起啊。请帮我告诉他一声，皇上已经选了他和赛亚公主联婚，请他马上回府商量婚事。啊！不是永琪，是我。是的，是你。听说你阿玛想为你解围，皇阿玛就大发脾气，说事已成定局，要你奉旨完婚。你阿玛让你赶快回家去。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顾那么多了，是不是？不管时机好还是不好，小姐，你不能再耽搁了，快去跟皇上说明白吧。反正迟早是要说的，节日不如撞日，干脆就是今天把什么都说出来吧。说得对，我们一天到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，几次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。现在情况已经很危急了，我们避得了这个危机，避不了下个危机。如果我们还是一直这样优柔寡断的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。就像金所说的，节日不如撞日，我们就算是天意吧，让真相大白吧。老佛爷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，晴儿的亲情喊话来不及了。老佛爷提出让小燕子嫁给蒙古王子，8成就是要齐克尔回城时带走。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齐克尔离开再说，可能到时候紫薇、金锁、小燕子全部都保不了。让我再想一想。不能再想了，再想下去的话，尔康就变成蒙古人的驸马，我就变成蒙古的王妃了。你最惨，你不是变成蒙古人的小老婆，你就变成娘娘了。不能再想了，想来想去，你都是为了要保护我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去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说清楚，管他时机对不对，管他后果会怎么样呢？我想好了，大不了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半。小燕子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书房找皇阿玛说清楚。要去一起去，你慢一点。哥，振作一点，遮不住了，咱们大家一起去见皇上吧。小燕子这么激动，怎么能说得清楚啊？走。齐克尔啊，朕今天在大戏台点了几出戏，让你见识见识咱们中国的戏剧啊。好。赛亚呀，
你要做大清的媳妇儿，首先要学中原的文化，这看戏就是第一步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还要学跪嘛。这中原女人啊，见到谁都要跪，真是奇怪。这位赛亚公主啊，跟我们还珠格格还真是有点异曲同工呢。将来他们俩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哎，皇上，这个还珠格格是你要许配给尔康的那个格格吗？岂止还珠格格，她还是我为秦格格挑中的人选呢。赛亚，你真是好眼光啊！你看上的这个勇士可是从2个哥哥手里抢来的，你可得珍惜一点点，记住喽，不许太凶。我一点也不凶啊，我不来。我有话要告诉你，你不能把尔康配给赛亚。小燕子，不可无礼！晴儿，还不赶快把他拉开！范杰明，你们几个赶快把他带走！是不是就是这个格格？你发疯了？你没看到有贵宾在场吗？这么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有事情回去再说。回去再说就来不及了。花妈，你不能把尔康配给赛亚，你会后悔的。不行，你不能把蒙古亲王的女儿看得比你自己的女儿还重要。你太没上没下，不知羞耻，公然跑出来和蒙古公主抢丈夫。皇上，你还能坐视小燕子败坏门风吗？小燕子，你给我下去，这儿不是谈话的场合。你有事儿也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来谈。来人，还珠格格抓起来！话嘛，我们有话禀告，请禀退左右。永琪，你要跟着小燕子发疯啊？这有贵宾在，什么禀告不禀告？左右全都是你的长辈，如何禀退？简直放肆！格格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皇上正在招待贵宾，我求求你，什么都不要说，赶快回去吧。金锁，你快帮我拉住他呀！格格，你还是听紫薇的话吧。没有想到是这个状况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再说。不行，等回去再说的话，尔康就被那个赛亚给抢走了。原来是你，那天跟我比嗓门，在街上你又跟我比陀螺，今天跟我抢驸马。没有关系，你赢了我手里的鞭子，尔康让给你。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公主，你们蒙古没有别的男人了，你跑到我们这儿来抢别人丈夫，打就打，谁怕谁！别跑！你以为只有你有鞭子吗？我也有鞭子，看我的燕子神鞭！哼！好，打得好！哎呀，这成了什么样子？来人，快去把他们2个分开！且慢。好勇敢的还珠格格，这才是1等的格格。皇上，这生女儿啊，就得生这样的，不能退缩。我看让他们打，让他们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抢这个驸马，咱谁也不许拦着啊！好，你们打。
输了。你放手！我可没有输了，我只是被迫要这样。放开！你输了没？你输了没？放手！没有！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佛爷，求求您阻止这一切吧！如何阻止？这小燕子和蒙古最相配，身上带着武器，随时准备打架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不要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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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不要打了。是你？那我只好算了。好女儿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到哪儿了？快先起来！小燕子，不要再闹了，立刻回书房斋去给这病人思过。不要说了，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回去快！花妈，花妈，我不是为了自己抢尔康，我是为了紫薇。看在人家为你挨刀子的份上，你不能还她一个丈夫吗？妈，你说什么？快走！回来，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花妈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我不是哥哥，真正的哥哥是紫薇，是紫薇，她才是夏雨荷的女儿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没告诉他们不能说呀？老佛爷，我也想阻止啊，但是面对强大的感情问题，我力不从心呀。我娘对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爹了，让问一句，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还有一句连小燕子也不知道的话，不为人如死，磐石是不是无转移？皇帝，我千方百计想把这事做个圆满的解决，却没料到整个事情已经失控到这个地步。老佛爷，皇上，这种混淆皇室血统的大事，不能再草草了事，随便他们胡说八道了。夏雨荷到底有几个女儿？怎么人人都来自大明湖？如果不把他们两个送宗人府调查清楚，如何塞住悠悠之口？整个故事就是这样。我只是紫薇的信差，我根本就不是哥哥。等到我想解释清楚的时候，就什么都说不清了。皇帝，紫薇和小燕子这段真假格格的定案，我在你们出巡后就知道了。事情疑点很多，齐克尔又在这儿，我只能暂时压下。想等齐克尔走了之后再来慢慢定夺，不料一场联姻的事，让整个事件提前曝光了。我们大家
就只能面对了。老佛爷，这小燕子是假格格，臣妾早就看出来了。偏偏有人说她眼睛眉毛都像皇上，力保她是真格格。现在又跑出一个紫薇，居然也是真格格。这个故事大家能相信吗？到底这幕后主使人准备了多少假格格蒙混皇上？老佛爷，不能不查。皇阿玛，紫薇真的是夏雨荷的女儿，不然的话，她怎么会知道夏雨荷的一切呢？又怎么会有夏雨荷的证物呢？皇阿玛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小燕子，紫薇，你们居然把朕玩弄在股掌之上，朕如此的信任你们，你们却这样的欺骗朕。如果你们的故事是真的，紫薇进宫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呢？皇上，在没有确保小燕子的生命之前，我怎么能说呢？虽然我好想认爹，可是我不能让小燕子因为欺君大罪而死啊！但是，当每次您提到我娘的时候，我都曾经给您过暗示啊。皇上，难道您相信他们编的这个故事？您相信小燕子不是格格，紫薇是格格？皇上，您已经错过一次，不要一错再错。现在已经闹得蒙古亲王都知道，您是不是还要让全天下的人看笑话？皇后娘娘，你还是让皇上自己定夺吧，毕竟皇上的事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当初是谁力保他是龙种？紫薇是你带进宫的，难道你要力保他是龙种？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再说了，把这3个丫头送去宗人府，调查清楚，再来定夺一切。老佛爷，请收回成命。我在皇上微服出巡时，跟着小燕子和紫薇一路旅行，亲眼目睹，亲身体会，他们所说的确实字字真实啊！老佛爷，小燕子跟紫薇从来都不曾要加害皇阿玛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，都是为了让皇阿玛开心啊！永琪，不关你的事儿，不要插嘴。请老佛爷息怒，皇上息怒，欺瞒皇上实在是情非得已，有太多的顾忌。皇上，请不要把他们送去宗人府，想想紫薇为你挡刀的事吧。她身子柔弱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老佛爷，与其送宗人府，不如把他们禁闭在书房斋，再来调查一切。班杰明，如果你完成了我的任务，今天就不会闹得这么难堪。你辜负了我的托付，那朔方斋能禁闭得了他们吗？老佛爷，你们可以让大内高手秘密看守书房斋，最起码在调查阶段，不能让小燕子跟紫薇坐牢啊！放肆！你们4大护卫都是小燕子的帮凶。现在老佛爷都做了主，还有你们说话的余地吗？皇上，当初臣妾忠言逆耳，一再得罪皇上，历臣不可信赖还珠格格。皇上不信，现在臣妾不能不再度陈词。这整个故事荒谬绝伦，皇上您不要再被他们几个骗了。皇后说的对，朕不能一错再错，任由你们大家骗来骗去的。你们的故事荒谬绝伦，朕一个字都不想相信。皇阿玛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？紫薇是你女儿，是你嫡亲的女儿，你可以不认我，你怎么连紫薇都不认呢？皇帝，今天是家审，这事曲折离奇，需要调查。本朝成立宗人府，就是要审查皇室种种疑案和犯案。现在最明智的做法，就是把他们送去宗人府好好调查。老佛爷，恐怕福伦一家也应该一起调查。
皇上，您要想明白啊，福伦一家为国家屡立战功，是您钟爱的臣子，尔康更是被蒙古亲王选中的驸马。您不要因为一时生气，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呢。都不要再说了，先把紫薇和小燕子送到宗人府去调查，福家3口暂时回府，再做定夺。花妈，你看我的头发，我不要我的脑袋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虚荣，我受不了诱惑，是我骗了你和紫薇，可是紫薇有什么错呢？你要把我们都抓进宗人府，是要把我们2个都开头吗？花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花妈，花妈，你醒起来！紫薇没有错，紫薇有什么错？我一个人的脑袋还不够吗？花妈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来人，把他们2个都抓下去！到！皇上，请三思啊！你敢反抗？不管你是不是蒙古亲王选中的驸马，你们如此欺上瞒下，全部死罪难逃。傅大人、尔康、尔泰，请你们大家为我珍重。皇上，我可以再说一句话吗？你说。前2天，您到书房斋来，您说要对我论功行赏。当时我说要您听我的故事，可是没想到您对我的故事竟然完全不相信。但是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对皇上苍天可表，我死不足惜。我娘会在天上接我，我不会孤单的。但是在我拔刀的时候，您答应过我让小燕子一死。君无戏言，有好多人作证，所以请您杀了我，饶了小燕子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你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去换小燕子的脑袋啊！如果皇上一定要砍一个人的脑袋才能消气，那么请砍我的脑袋吧！我是丫头，我深受夏家重恩，让我为他们2个死，砍我的脑袋吧！饶了他们2个吧，他们没有害人，只是抢着要做皇上的女儿啊！把这个金锁一起关起来。这。没有人要砍你们的脑袋，你们不必自作聪明了。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死罪能逃，活罪难免。不管你们说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们都要经过宗人府的审判和调查。朕不愿意再用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这件事，只怕朕的感觉都是错的。到牢房里面去彻底悔悟吧，拉下去。皇上，你会后悔的。花妈，你放了紫薇，你放了金锁，是我害了他们。你不是常说人不读亲戚亲，人不读子亲子吗？别人的孩子你都能认，你为什么不认紫薇？花妈，皇上，紫薇有您的诗，有您的话，血管里面流的是您的血啊！您让夏雨荷在人间的时候哭不停，到地下以后还哭不停吗？小燕子、金锁，让我陪你们作伴不好吗？让我们永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皇上，你的心那么高高在上，就不习惯人世间最平凡的亲情吗？
老佛爷，你也是。拉下去，统统拉下去！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！一阵温柔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红。一阵轻轻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缤纷的美梦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和风轻拂，寒风暴风。我迎向所有的风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轻松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即使天塌，即使地动。